李云亭，圣心宗气数已尽了。萧家代替天道节制世间武者，原来如此。脑海中这份九转杀心诀又是何物？野狼门门主是河神出气，原本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，那门主意外得了造化，迈入修仙者的行当，而野狼门也依旧保持着匪气，打家劫舍，纵容门人，无恶不作，在这边疆小城实属一大毒瘤。李云亭，你若是跪下喊我3声爷爷，小爷或许还能给你一条生路。宗主不可！我圣心宗门人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受辱。赵爷爷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！我们还不想死啊！你们以后我们愿意给您当牛做马，只求一条生路啊！倒是识时务，学声狗叫也听听。旺，爽，也很满意。厉家祖训，辱我宗门者，杀！李云亭，你还真当你是那个曾经的天才？现在的你不过是个绝脉的废物，还厉家祖训，待会儿爷就去刨了你厉家祖坟。嘿，这个好玩嘿！你说你们厉家老祖宗被刨出来，会不会气得直接复活了？住口！赵无道，你宗主和他们拼了！还和我们拼了？你们也配？来，拼一个给爷看看！我的手！你敢偷袭我，我必杀你！宗主，你的修为恢复了。干得好啊！四肢俱废，只是刚开始。我不喜欢杀戮，但不代表我没有折磨人的手段。好痛苦，好痛苦啊！李云亭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放过我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说过，辱我宗门者，必杀。你杀了我，也不会有好下场啊！我野狼门会将你们所有人挫骨扬灰，让你们不得好死！九转杀心诀，催动杀意化为战力，有趣，比我前世所学的功法强太多了。这些人按宗规处置。不要啊！放过我们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！我们方才只是被吓坏了，我们没想过要背叛宗门的。我们知错了，老管家、师姐，求求你们同门一场，不要废掉我们的修为啊！现在知道错了。和他们有什么好废话的？此生不得再踏入宗门百里之内。现在是天图纪元12万5千年，距离我死后已经过了接近100万年。此地是下界灵武大陆青州，而这副身体与我同名同姓，前世的我也出生在青州。这一切或许不是巧合，但无论如何，我至少有了一次向萧家、向天道复仇的机会。只是这副身体天生绝脉，灵气无法储存，做个体修吗？体修至尊，不错。这杀心诀初窥门径，便足以发挥出堪比河神巅峰的威力。武道一途分入境、河神、反虚、天一、大地、至尊7大境界。这身体无法储存灵气，所以一直停留在入境巅峰，无法突破到河神境。杀心诀可屏蔽天道，行事之际当无所顾忌。屏蔽天道，太妙了！宗主都处理好了。圣心宗眼下只剩你2人。是，昨日您突破入境失败，引起天劫，
所有人都知道了您是绝脉之体，门下弟子第一时间几乎便全走了。一群趋炎附势之辈！宗主，就算您是绝脉，我相信您也一定可以带着咱们圣心宗走下去。绝脉又如何？大不了您就去当体修。这丫头的性情对我胃口。你二人看好家，我出去一趟。宗主，您要做什么？野狼门皆穷凶极恶之徒，行事毫无顾忌，逼急了甚至会殃及无辜。这样的隐患自然不能留。畅快，畅快！大哥，那圣心宗可算是到头了。厉云亭那小子仗着厉家老祖留下的宝贝，压了咱们这些年，结果他竟然是个绝脉体，终其一生无法突破到河神境的废物。不过大哥，这圣心宗直接灭了就是，为何还要派道儿前去收服呢？让曾经高高在上的厉云亭给咱们当狗，这才好玩。杀人要诛心，不愧是大哥，多学着点吧。不过豆儿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难道又去逛窑子了？娘的，也不喊上他老子我一起。哎，大哥，下次咱们一起逛窑子，就带着那厉云亭一道去。咱们办事就让他在一旁看着，给咱们加油助威。好主意。对了，大哥，万寿门的小少爷过些时日便会抵达，听说他很喜欢小白脸儿，到时候把厉云亭献给他，说不定小少爷一开心能给咱一些好处。好主意。厉云亭那小白脸儿肯定符合小少爷的审美。是谁敢来我野狼门闹事？厉云亭，来人，来人！别喊了，野狼门现在就剩你了。云亭，你灭了我野狼门所有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豆儿呢？很快，你们就会团聚了。我要你死！你的行为，你不是绝脉体吗？你突破到河神了。你好聪明，我都有些舍不得杀你了。不对，绝脉体是不可能突破的。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凭你，还不配知道。死吧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万寿门不会放过你的。李云亭，就算你突破到了河神境，又能如何？万寿门可是有河神巅峰的老祖镇守。不仅如此，万寿门的小少爷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小少爷已经是河神5重，你杀了我，你也得死。你在威胁我？李云亭，你不杀我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，我也不找你的麻烦。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可好？自作孽不可活。好重的血腥味！野狼门这是怎么了？那是厉云亭，厉云亭把野狼门灭了。站住！厉宗主，别杀我们！我们什么都没看到。你钱带掉了。宗主，您回来了。宗主，难道您……野狼门上下凶恶之徒一个没留，不过尚有一些幼童与杂役，并未做过什么恶事，这些人后面由你们处理。圣心宗这名字太秀气，以后我们就叫焚天殿。厉云亭，滚出来！厉云亭，出来受死！厉云亭，罪孽深重，速出来！烦人的东西！宗主，你屠了野狼宗的事儿，看来已经传开了。店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且去看看。
云亭，还不滚出来受死！你屠了野狼门上下近100人，简直就是罪不可赦。李云亭，我问你，你屠了那么多人，你的良心何在？你的武德何在？野狼门为祸一方，之前仗着势大，无人敢动他。如今我灭野狼门，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下对得起那些被欺压过的百姓，有何不可？倒是诸位来势汹汹，莫非与野狼门都是一丘之貉？这真是如此，诸位的下场恐怕要与野狼门一样了。李云亭，你的意思是要将在场的人全屠了？李云亭，你能屠野狼门，想必是用了什么秘法，暂时拥有了堪比河神的修为。但老衲却是时突破到了河神境。李云亭，别以为你屠了野狼门，就有了和苦大师叫板的资格。苦大师已经突破到了河神境，还不速速跪地求饶？李云亭，今天必须要给野狼门那些无辜的亡魂一个交代。李云亭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老衲不想妄造杀孽，只要你诚心悔过，老衲也能留你一命。根据原主记忆，这老秃驴是道暗寺的主持，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与野狼门勾结也是人尽皆知的事。还未突破河神之前，对原主还算恭敬，现在突破了，立马就露出这番嘴脸。李云亭的确没有迈入河神境，能屠野狼门，定是用了压箱底的秘术。也怪野狼门蠢，将这小子逼急眼了。不过此举让我坐收渔翁之利。李云亭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还不跪下，诚心悔过？诸位，准备好与野狼门人相聚了吗？好恐怖的杀气！看来这就是他的秘术。只不过，这杀气就是你压箱底的手段吧？可惜，老衲乃是佛门，最擅长的便是应对杀意。敢在苦大师面前露出杀意，你忘了大师的静心咒了吗？武大师出手超度了他。静心咒。这不可能，静心咒被破了。降魔杵，降魔杵也不行。李云亭，这不是单纯的杀意，你这是魔气。你入魔了，人魔，李云亭是人魔。人魔？舒坦！前世的我，可不就被那群天道走狗唤作人魔吗？你们说的不错，我厉云亭就是人魔。李云亭，你承认了，好，你死定了！这入魔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道暗寺、三合宗、铁刀门、金刚门，一共是这4家，一夜之间够。这是武者气血，看样子只要击杀河神境之上的武者，便能将其气血吸收，强化自身。
诛邪驱恶，抵抗天道不公吗？这杀心诀甚好。宗主，你真入魔了。害怕了？就算宗主是人魔，我也要跟在宗主身边。没错，人魔又如何？大不了就陪着宗主一起坠入魔道。这次我便以魔道好好的会一会你这天道。哎，快看，那不是圣心宗厉云霆吗？走，上去打个招呼。你不要命了？厉云霆入魔了！入魔？厉云霆突破河神失败，自甘堕入魔道。昨日先屠了野狼门，而后连夜将道安寺、三合宗、铁刀门、金刚门这4家夷为平地。到现在，那股子血腥味都没散。而且，现在不叫圣心宗了，叫焚天殿。哎，糟了，他看过来了，快跑啊！何必呢？我哪有那么可怕？天气清爽，当饮。这酒够烈。那是自然，咱酒楼的酒啊，莫说是这魔猎城，就算是整个北疆，都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。快看，三狗又被打了！小畜生，偷东西还偷到老子身上了！我打！说起来啊，这小乞丐也是个可怜人，本来也是出身大户人家，一身修为也不差，可惜得罪了大势力，被人家屠了满门，就连刚出生的孩子都没放过。哎呀，惨呐！既然屠了满门，为何他还有命在？大势力公子爱玩，留他一命，为的就是让他时时刻刻体会被灭门的痛苦，想复仇却又无能为力。懂了，魏总，再打下去，万一打死了，没办法和小少爷交代。小乞丐，来喝一杯。使不得啊！哎，你自己找死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慢慢喝。我问你，方才打你的人是谁？他口中的小少爷又是谁？知道的太多，对你没好处。只管说来。打我的人叫郭德，是城内有名的驯兽世家。那小少爷是万寿门少门主。果然如此。带路，我们去找那郭德。你想做什么？你究竟想做？岁数不大，废话不少。小畜生，你还敢来啊？怎么回事？厉云霆，他是圣心宗宗主厉云霆。厉兄，我可从未得罪过你啊，有什么话都好商量。现在我问你答。是。与我说说万寿门，知道多少便说多少。我就是万寿门的一个驯兽分支，我能知道什么呀？我没什么耐心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全说。
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李兄，你就放过我吧。那些被你残杀的无辜之人，临死之前也是这样求你的吧？所以，你怎样做，我也会怎样做。你个该死的人魔！厉云亭，你不得好死！万寿门不会放过你的！该怎么做，你自己决定。你可愿做我的执剑人？若愿意，便将这火苗接过。接下来就要好好会一会这个万寿门。丫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宗主好像换了个人呢？这不重要。啊，那什么重要？为什么三狗忽然变这么好看了？一定是宗主的本事，我也要去求求他，我也要变好看。哎呀，丫头，你已经够好看了。或许也可以求求宗主，给我也整一整。这李云亭花样很多，一个天启的废物，以为改个宗门名字就能逆天改命不成？你是何人？站住！原来是秋水门的上管家，你我二宗有联姻之好。为何今日如此无礼？联姻之好，若是曾经的厉云亭，自无不可。但现在谁都知道，厉云亭是绝脉体，穷其一生也无法迈入河神。如此一来，又岂能配得上我秋水门圣女啊？婚书作废。日后，你圣心宗也好，焚天殿也罢，与我们秋水门再无瓜葛。哼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今日之属，我定会亲手讨回来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好强的刀气！这是河神境的威力。云亭，你怎么突破了？叫我厉宗主。云亭，如此一看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既然你顺利突破，那你我二宗联姻自然也毫无问题。联姻这种小事儿不急，你伤我门人，先把这笔账算了。云亭，你叫我厉宗主。好，厉宗主如此对我，看来是真不把联姻之事放在心上。好，今日之事，我会回去一五一十的告诉宗主。厉宗主，来日方长，告辞。
这小畜生，既然好好说话你不听，那就休怪我狠心了。他对我起了杀心，既然如此，便不能怪我了。说说你的想法。养虎为患。方才我那一击已经在其体内埋下暗伤，一旦对方催动灵力，便会遭受噬骨般的疼痛。作为执剑人的第一个任务，去杀了。有我这道力量，你至少有30%胜率。宗主，老夫方才仔细想过了，这其中或许没那么简单。晚秋姑娘心地善良，与您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认为，这或许是秋水门瞒着她，从中作梗。晚秋的确是个好人，宗主，要不要我去一趟秋水门查个清楚？万寿门已经在来的路上，现在的重点是他们。秋水门这种小事，无需放在心上。这2份功法，你2人需尽快修习。顺利的话，3日时间，足够你们踏入人道巅峰。这样也可多几分自保的能力。多谢宗主。多谢宗主。去吧。万寿门啊，万寿门，怎么还不来？等待的滋味可真不好受。可惜修为太低了，否则一念入青云，眨眼间灭了他们多好。诸位，厉云亭已入魔，滥杀无辜，毫无人性。今日召集诸位，便是商议屠魔大业。不错，入魔之人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不杀他，死的就是我们。可厉云亭已经是河神境，他入道境的时候，在咱们这边疆已经是无敌之资啊。眼下就算是我们联手，也未必能将其拿下。说的有理，若是让他跑了，日后大家都得倒霉。诸位放心，厉云亭有死无生。万寿门的小少爷3日后便会抵达，届时他会助我们斩杀厉云亭。万寿门若是来了，厉云亭必死无疑。师太，我们加入。屠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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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世修炼刀剑通明诀，一路顺畅，没想到这一世，在炼制本命刀剑的这一关卡住了。赢！你是最后的苗子了，争点气。若只是寻常的杀气与死意，这些低阶灵宝自然是可以承受得住。可是这一世有了杀心诀加持，看样子想要练成本命刀剑，还需要寻找高品阶的兵刃。丫头，进来吧。宗主，你做了什么？怎么3天间的家底都没了？说正事，在后山立一座刀剑冢，将他们好生葬了吧。是，宗主。这丫头，看着风风火火，也算杀伐果断，但一颗心还是太干净了。这样的人无法握住我的刀，或许可以试试那老仆。宗主，三狗成了我的执剑人，但我还有一柄刀。宗主何意？剑气乃是杀意名句，杀心起，剑气冲云上九霄；杀心动，乱世浮屠10万。执剑就意味着终其一生要在杀戮中度过。
时时刻刻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。至于刀，乃是由死意凝聚、衰败、枯萎、绝望。逢见之锋芒不可斩之时，便是刀出鞘之际。握刀之人，终其一生便要隐藏在黑暗之中，不为世人所知。他唯一要做的，只是默默地盯着剑锋，在合适的时机斩出那决定一切的一刀。我问你，你可愿握住这柄刀？我问你，你可愿握住这柄刀？老仆这一生毫无建树，年少时心高气傲，见了世面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，就已激起无名之辈。隐藏在黑暗之中，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老仆愿接这刀。好，刀已归你，而剑也来了。不辱使命。现在，我要传你们一门功法，叫做刀剑通明诀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二人无需做任何事，在最短的时间内修成第一重。这功法是天阶，天机也好，地机也罢，去修炼吧。娘亲了，这厉云亭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不行，我要尽快将这消息告诉师太。有意思。诸位，有大事！你们，你，屠魔大会，神魔已至，诸君且来杀我！不是屠魔大会吗？为何还不动手？师太，厉云亭如此有恃无恐，怕是有诈呀。就算有诈又能如何？唯有一战了。厉云亭，武者入魔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哼，在场的河神境武者，少说也有5人，入道巅峰更是不计其数。就算你再强，今日也难逃一死。人人得而诛之是假，满足你们的私心才是真吧？休要胡言乱语！诸位，随我屠魔！来得好！战！大手印！风云滚雷掌！钻金掌！就算这厉云亭再强，挨了咱们这全力一击，就算不死，也再无一战之力。无趣，无趣的很。仅仅是这种水平，看来仅凭诸位，根本无法让我有所突破。绝不可能！就算是河神3重，不，乃是4重的武者，都不可能没有任何伤势。入魔就这么强吗？是你们太弱了。
臭死了！早就闻到你身上那股骚味了，还不出来？是野狼门老祖，老祖救我们！一群废物，也值得我来救。味儿倒是不错，想不到入魔武者竟能强到如此境地。这野狼门的小崽子死得不冤。饿狼成精，哼，有意思。来，陪我玩玩。你的对手不是我，小少爷说了，要亲自杀了你。2日后，小少爷便会抵达。这期间，你若是逃，说不定还能有一条生路。享受追杀猎物的快感，你们玩的可真脏。告辞。让你走了吗？你不是初入河神，你至少是河神5重。我究竟是什么境界？恐怕你没命知道了。你不能杀我，留我一命。我告诉你小少爷的弱点。弱点要靠自己找出来才有趣。玩嘛，谁不会呢？你太自大了。你或许真的很强，但是你绝对不是小少爷的对手。好像都以为小少爷是河神5重，但他真正的修为早已是河神7重。而且与这同来的还有一名河神巅峰的长老。放了我有办法保住你。利用皮囊示敌以弱，然后真身偷袭，这就是你的战斗手段吗？倒是够谨慎的。被你看穿了吗？不过你说错了一点，我真正的战斗手段是这个。说来也是运气，来的路上就发现了这丫头。秋水门的圣女还是你李云庭的未婚妻，有她在手，你能奈我？天生去了一魂一魄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。看来秋水门也有些独特的秘术手段。烤狼肉虽然味道不太行，但至少是个河神境的家伙，多少对肉身也有些裨益。你要吃了我？送上门来的宵夜，为什么不吃？这秘术我还未修炼大成，一旦用出，势必会折损寿命。这魔界是地界下品，就算你李云庭入了魔，也不可能挡住。什么垃圾武技，中看不中用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只要能留我一命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绝对有利用的价值。干什么都行。想不到这偏僻小城也有高手。本来想着既然顺路来到这里，又闻到了狼精的腥味儿，顺手将其转了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是我自作多情了，可惜时间来不及。若是有空，还真想去会一会这位长了狼精的好汉。我瞅瞅，从这里往东300里就到了。太古遗迹，我楚人王来也。
万寿门那小少爷身边还有河神巅峰的随从，保不齐会有什么特殊的索命法宝。看来这一世不得不掌握一门炼体的法门了。那位神秘人传我的功法，也是时候练一下。厉云亭，这门淬体功法真的很强，只可惜必须要到入道境之前才能修习，这辈子你是用不上的。若是有下辈子，记得练。你个卑鄙无耻的家伙！说好互换功法，我把剑心通明诀给了你，你就给我一个废功法？想不到我还真有下辈子。这炼体法也没名字，也罢，就成为无名断体诀吧。晚秋小姐，早上好。还真是晚秋小姐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想来找云婷，就偷偷溜出门啦。结果睡了一觉就到了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我想，就一定能做到。晚秋小姐的离魂症好像愈发严重了。云婷，我好想你。宗主，晚秋小姐她……算了，不打扰你们。等一下，有事交代你。这上面的药材去买来，若是寻不到，我也在上面写了低级的替代品。宗主，一个都不认识。算了，果然是我天真了。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些药材呢？宗主，你会治晚秋小姐的离魂症？治不了，但是有所缓解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天生缺了一魂一魄，想要治好，谈何容易？必须要寻找一位命格与其完全相同，且同年同月同日所生的女子才行。宗主太厉害了！这些药材虽然咱们这座小城没有，但是去一些大的城池或许可以寻到。虽然我全都不认识，但还是去药铺问一问嘛。我知道了。宗主，门外有几人一动不动跪在地上，好奇怪啊！奇珍坊坊主武阳见过厉宗主。武阳，你带着一群人在我宗门口守着，就只是为了给我磕个头？不，实在是武阳有事相求。我没兴趣。和万寿门有关。进来吧。你是说万寿门夺你家业，杀你父母长辈，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你要带领奇珍坊残部加入我焚天殿，只求我能为你复仇。可你又怎么知道我有能力对抗万寿门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厉宗主已经惹到了万寿门，而且几乎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就算您不是万寿门的对手，但至少也是个强有力的帮手。多我们一支助力，不也多一分胜算？最不济还能给您陪葬，也不挺好？这小子是个妙人，我答应你，条件就是你奇珍坊残部加入我焚天殿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奇珍坊坊主，而是我焚天殿一员弟子。弟子武阳见过宗主。丫头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。放心吧，宗主。是万寿门的印心鸟，万寿门或许还有半日便会抵达。半日？哼，太好了，
丫头，速速带人整顿。半日后，我们好好的迎接这万寿门。终于到了。话说那蠢狼先行一步，不会已经把我玩具给弄死了吧？气血冲天，而且没有那股子腥味儿，恐怕狼头已经遭遇不幸。老黄，你是说这厉云亭把狼头宰了？不好说，但这一趟或许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小少爷，请务必警惕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些入城吧。不用，他来了。他竟主动寻上我了，好玩，今日一定颇为好玩。河神一宠，但身上的杀气很重，甚至比我都重。那又能如何？的确不能如何，我拿下他，轻而易举。无知小儿，无知的是你。这就对了，我们这么多人站着，他坐着，不合适。好强，说不定他真的可以。该死的畜生！老黄，拿下他！我要将他剥皮抽筋，挂在万寿门的牌匾之下。不是这样，我要屠城！我要全城人命来凭我心头之怒！这老家伙的毒爪还颇有几分门道，但无名断体诀可水火不侵，百毒难食。小子，果然有点东西，竟然能破我的毒掌，我倒要高看你几分。但接下来，老夫会让你知道，境界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让老夫看看你的斤两。别给他弄死了！放心吧，小少爷，老夫有分寸。刀诀，一步十杀。啊，这是什么武技？这刀法当真是颇为了得，只可惜老夫一开始就说过了，境界上的差距是无法逾越的。没有本命刀，还是无法发挥出这一招真正的威力。若是有本命刀加持，恐怕这一刀已经足以重创其根本。哼，小子，用完这一招，你的灵气已经枯竭了吧？那就来试试，看你我的灵气究竟谁先枯竭。怎会如此？一个初入河神的小子，就算有强大的武技和功法加身，但灵气怎会如此充沛？甚至连我都有些吃力了，他看起来却还是游刃有余。看来这小子擅长的是持久战，既然如此，便快速解决战斗。
小子，你就只会躲，真怂啊！那我不躲了。哼，果然是个年轻人，受不住急。不是吧？你究竟是练什么的？斗修还是体修？都会一点点，而且我还会羽剑。你掌法的话，会一点点。休要冲动，有话好说，不可伤了小少爷。是我说错话了，我求您放小少爷一条生路。这样才是求人的态度。可我为什么要放了他？这是老夫毕生所藏，用这些换小少爷一条生路，若是还不够，老夫可做主，让万寿门再拿出更加丰厚的宝物。好东西，还不错。看来现在的武者比我那个时代富裕多了。但放虎归山这个道理，我还是明白的。若放了他，日后来找我寻仇，那绝对不会。老夫可对天发誓，今日过后，万寿门绝不会找您的麻烦。如有违背，老夫甘愿五雷轰顶，魂飞魄散而亡。对天发誓？老夫已经发誓了，您可以放开小少爷了吗？这些我都要了。是。滚吧！他好强，店主真的好强！我奇珍坊的大仇能报，绝对能报！这批坐骑倒是不错，以后我文仙殿弟子出行也方便多了。想看烟花吗？我儿命主灭了，怎么回事？前些时日，小少爷前往边疆去了，我会尽快将事情调查清楚。这段时日我要专心闭关，力求一举突破这番虚境。我儿一事，全权交给你处理。不过要记住一点，老规矩不能破，做事要干干净净。方圆100里，只要是活的，一个不留。废物！出招迟缓，空隙太大。若是遇到高手，你这条手臂已经保不住了。继续去练。抱歉，店主好严苛啊！哎，下一个不会是我吧？爷爷好厉害！到你了，店主，请指教。气势倒是不错。动作这么大，生怕别人躲不开吗？店主教训的是，还请继续。
现在恐怕是不行了，有客人来了。客人？在下天地榜执事青阳，求见厉店主。天地榜执事，店主是天地榜执事啊！我去，天地榜执事，这人是天地榜执事？人不可貌相，但是这也太……见过店主，一表人才，想必阁下就是厉云亭厉店主了吧？正是。这位兄台同样是气宇轩昂，年纪轻轻，修为不入。天地榜执事，名不虚传。嘿嘿，比不得厉店主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可否让我入内一叙？请。厉店主这段时间可谓是意气风发，一举打破绝脉体不能突破河神的桎梏，更是在这边疆小城大开杀戒，就连那万寿门的公子，您说杀就杀了，如此魄力，我服。所以武者入魔是个什么感受？很爽。你想入魔吗？我可以教你。我可不敢。好了，说正事。我此次来是邀请厉店主上我天地榜。我没兴趣。厉店主，不再考虑考虑？只要您上了天地榜，好处可是会很麻烦。也罢，既然厉店主无意，我也不再强求。告辞。哦，来都来了，不妨再告诉厉店主一则消息吧。距此城300里外，似有太古遗迹出世，其中或许有大机缘。至于能否把握，全看厉店主造化。太古遗迹，或许可以去看看，没准儿可以寻到一些治疗晚秋的天才地宝。青阳，为何我对这人有些莫名的熟悉感呢？总算是完成了天阶极品护殿大阵。虽然此刻我修为有限，只能仿其形，威力不足1/1，但在这边疆小城，足矣。有这护殿大阵，就算是反虚巅峰武者前来，也至少能抵挡1日1夜，足够撑到我回来。如此，我也可以放心前去那秘境一探。丫头，店主，手伸出来。这是我护殿大阵，接下来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若有危险，可凭心念开启。大阵一旦开启，我自会第一时间赶回来。店主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且放心吧。啊？阴斩，有意思。你为何要害我？切！为什么害你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不仅害了你，现在更要诛了你的魂，屠了你的魄。还不撤去这障眼法！师兄，看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！现在坏了，惹到煞星了。别怕。还说别怕呢，师兄你都吓成筛子了。啊！你别过来！说说吧，你们在此地故弄玄虚，想做什么？
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吓唬吓唬人，骗点吃食而已。你二人身怀修为，若是需要吃食，何须如此麻烦？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若不实话实说，那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们真没骗你，我们是有苦衷的。不信，您看。这是幻念咒。您也看出来了，我二人被下了幻念咒，这一生都无法离开这个道观方圆10米。不瞒您说，我二人被困在此地已有10天了。若是再不弄些吃的，恐怕就要饿死在这里了。我们师兄妹二人只是听闻这附近有太古遗迹，想要前来碰碰运气，可没成想，这一座小道观还有幻念咒这种东西。的确不应该。幻念咒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因果咒法，只有大能方可施展。一旦中咒，便会被困在施术者的念头之中，永远无法离开。看样子，这道观就是施术者的内心，没有任何生的气息。看来这施术者恐怕已经陨落，这幻念咒也只是他生前所遗留。难道施术者就是太古遗迹的主人？吸神通！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这辈子弟子唯独对不起您。若有来世，弟子绝对不会再冲动行事了，一定在道观内老老实实的修行，伴您身侧。果然，这里是他生前执念所化。看样子，这太古遗迹就在附近了。既已陨落，何必苛刻他人？散！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们能离开了。去吧。万圣剑尊令，持此令可开万圣剑咒。哪儿来的杂鱼，敢挡小爷的路，活该！哼，晦气！哼，还有一个。哼，倒是比方才那2个杂碎强了些。你有资格与本公子说话？你是何门何派，姓甚名谁？你这杂碎是聋了不成？没听到我家公子问话吗？聒噪！哼，小子，你恐怕还不知道我是谁。九幽玄冥，万法皆杀，千里长河，阴鬼祟祟。没听过，也不想听。你真没听过？你不知道我玄幽宗？可悲，可叹，可怨。幽玄，除了你那1亩3分地，天下人谁还识得你？哼，想不到悲欢宗也来凑热闹了。人生悲苦，若是能一观太古遗迹，或许能平添几分乐趣。说得不错，太古遗迹可谓是千载难遇。如此大好事，我风雪山庄也来凑个热闹。想不到自视清高的风雪山庄，终究也挡不住太古遗迹的诱惑。这世间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呢？哼，我只是来凑个热闹，
我对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不感兴趣。若不是我爹逼着我来，谁愿意来这鬼地方受罪了？待会儿诸位各凭本事，无需管我，我绝对不与各位争。这位兄台也是来寻访遗迹的，在下风雪山庄风乱舞，焚天殿，碧云亭。焚天殿，这名字霸气。哼，霸气？我看只有死气，因为他接下来就会是个死人。妈呀，他也来了！反虚劲。见过白师姐。杀气滔天，看来也是个恶徒。你眼光不错。我劝你收敛杀心，修行之路本就清净无为，你若长此以往，必被杀意反噬，万劫不复。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心浮气躁，根基不稳，已有走火入魔之兆。既然良言难劝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既然良言难劝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诸位，这太古遗迹对我无量洞极为重要，我不愿妄造杀孽，希望各位能够放弃，就此离开。我本就是来凑热闹的，既然白师姐发话，我自当遵从。我引述反虚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已经不是任何秘术能够缩小。我再问你们一次，是否愿意立？想不到这小小边疆还有太古遗迹。焚剑山庄，剑石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厉兄，可要进去看看？那人是焚剑山庄的弟子，可不好惹。我也不怎么好惹。啊，这就是太古遗迹。这就是太古遗迹。每一柄剑都不低于玄剑。老夫万圣剑尊，后辈既已前来，能得老夫多少传承，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有鬼！剑尊传承是我的了。啊！
悲欢，你做什么？情不自禁，抱歉，但是这传承归我了。就凭尔等，也配？剑尊传承，自是归我焚剑山庄的。哼！弟兄，咱俩就在这里看着，切莫出手。这里的战斗太吓人了。那焚剑山庄的人可还没用力呢，他此刻的心态只是如同猫戏鼠罢了。终究还是被焚剑山庄得了。哼，未必。弟兄，这雕像有古怪，你早就知道？这雕像上刻着的是剑尊生平所学，虽然只是文字，但其中的剑意之强，也绝不是反虚境的武者所能触碰的。那这么说来，这剑尊传承，今日无人能得。好。看来焚剑山庄的内门弟子也不怎么样。看来仅凭我一人，的确无法得到这份机缘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将这群人尽数斩杀，然后回禀师门，请师姐们助我一臂之力。他动了杀心。好。弟兄，切勿被贪念左右了心智。还是如何做到的？难道他是先天剑体？这万圣剑尊的剑道修为的确不弱，在这一方小世界能有如此上交，也值得这名号了。只是这剑气却还是不够精纯，杂质颇多，还需炼化一番才是。这万圣剑尊的剑道修为的确不弱，在这一方小世界能有如此上交，也值得这名号了。只是这剑气却还是不够精纯，杂质颇多，还需炼化一番才是。你是先天剑体？先天剑体自然要入我焚剑山庄，这份机缘我不与你抢。立刻随我回焚剑山庄吧。焚剑山庄一直如此霸道啊，我可未必愿意加入。焚剑山庄执掌青州，乃天下第一大剑宗，任何剑修都以加入焚剑山庄为荣。你不愿意？焚剑山庄不配。哼，这可是你自己拒绝的。既然不愿加入，那便只有去死了。一招，仅一招就击退了剑石。哇，好漂亮的一招！一个区区河神强者，绝不可能伤我。该死，这小子一直在藏拙。献祭生灵魂魄以及自身血气的秘术，从魂魄数量来看，至少数千人。焚剑山庄，见血焚心，我以无血祭苍天，求天道庇护。天道庇护，焚剑山庄能引动天道庇护，太好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